我就是真的喜欢上一个，我就各种买、各种收集，投入的喜欢，各种去了解，就开始玩乐高，我也是疯狂的买，然后玩滑板之后，我现在家里又有了6、7块板，就是喜欢，就一定要有，就这种感觉。但是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呢？滑板的话，其实比摩托车方便太多了，哪儿都能滑。你拿过来休息的时候，这个路面也能滑2下。你就这样，你就是把这个滑板放到摩托车上，先骑摩托车骑到这个地方，看到有可以滑的就滑一下。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。那你的生活当中除了滑板、摩托车，然后还要录节目、拍戏、唱歌、跳舞，你生活中还有别的吗？还有手机，还有微信。手机是在手机上面，还有游戏。对，游戏。对，现在游戏没有像之前那么疯狂了。你第一次看到陈敬明这个剧本，或者是你当时拿到这个角色的话，你觉得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？对于这个角色最吸引我的点，这个外形上还挺吸引我的，很仙气，然后性格很冷酷，但是除了性格以外，他的内心戏非常的丰富，然后就是一直很隐忍、默默付出的这种性格。你是觉得这个性格跟你本人很像吗？就话少，然后多做事的那种感觉。反正我话没有那么多，我也是喜欢就是去做，然后被认可那种感觉。最早看到是你来演《蓝王杰》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可能你没有什么压力，因为我觉得你还蛮像我心目中的那个蓝王杰的。哦，真的。谢谢。你自己是这样的感受吗？我的话你觉得我自己觉得适不适合这个角色？刚开始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我的外表会可能跟这个角色有点贴，但是就是演了之后，确实觉得这个角色没有说想象中那么的简单，那么的容易去演绎。其实这种内心戏多的角色，就是因为更难演。对，反而是面无表情的这种演法就更难演。这是一个非常克制的人物。对，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你在生活中其实还蛮多动的。对，我有多动症。那有没有关注一下观众对于蓝王杰的评价？有。比如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评价是什么？在眼神方面吧，大家最开始都觉得我很困。那个是怎么做出来的？没有怎么做出来，因为其实要面无表情，然后又要冷酷的眼神，确实可能在前期的时候没有抓准那个方向那个感觉。然后，所以那个困的表情不是刻意做的。当然不是刻意做的。我以为是你在演这个人物的时候设计的。没有。我是真以为那个眼神是特意设计的。是特意设计，但是设计不太好。因为要冷酷嘛，就是可能那个方向不太对。就是你现在回过头来再想的话，你觉得可能那个地方是可以改进的。对。可能就是遗憾的艺术吧，只能是在下一次里面去弥补了。下一次没下一次了。为什么没下一次了？不是拍的东西播出来之后，哪还有下一次啊？那你说不定下一次还可以拍个古装剧啊什么的啊，但是不是在这个角色上。那这次的话，你看，比如说武打什么的，你刚才说有多动症嘛，然后拍这个剧，我估计是那种吊威亚什么的，你是不是玩的特别嗨？还挺好玩，但也没那么好玩，因为天气又热，然后我那个衣服其实说起来打的话还很不方便，尤其是到后期有那个韩光君的服装的时候，那个袍子那个袖特别长，快一抬起来都到腿的那种长度，然后再挥剑的话，很容易挥到带的那个冠也特别高，很容易就甩到冠上。而且你还得保证动作做的特别美。对，打的同时你还不能用那种你身体很用力，表情又不能用力，表情又是那种就是还得面无表情。对。你们当时那个环境有多热啊？特别热，就是外面很晒，然后在棚内的时候又非常的闷热。对，因为密闭嘛，然后灯光。我们有一次棚内，然后里面有蜡烛什么的，就是3分钟就又出汗了，刚擦完汗，然后又出汗就。物体的武装。对，然后暴晒。有查到资料说你在剧组里生病了？没有生病，好像没有生病吧？这就算是澄清，是不是？这是澄清。真的没生病，好像。去贵州的时候有点上吐下泻来着吧？去医院好几次了。啊？去医院了？啥时候去医院？你自己都不记得了。在贵州去医院了吗？去了，我还特地从北京去了一趟呢。我都忘了，我真忘了。
那如果说是王一博你本人，如果你现在有机会在这个剧里面选择一个人去做朋友的话，你会选谁？仙子。我想养只狗。这么简单的理由吗？对。那如果是人物呢？非得是人物呢？非得是人物的话，就魏无羡或蓝忘机。就很简单单纯吧。你可能比较喜欢那种就直接一点的。对，不要拐来拐去。对，有什么说什么。那跟景拍戏的话，私底下聊的比较多的是什么东西？我们都聊啊，就闲聊，这是挺好的朋友的。对。在对手戏上有没有出现过就是彼此理解的一种分歧？然后最后这个分歧是怎么解决的？倒没有说分歧，就是我们在拍一些重场戏的时候，在拍之前可能都会聊一下，或者说在拍之后，他会问我，我也会问他，就是这种演法怎么样，我刚才演的怎么样，都会这样问，会问一个点，会觉得这个样演会有点过，或者是还缺一点什么，都会互相问。考虑到现阶段的经验的问题，所以你会尽量去选择跟自己的状态比较接近的一个角色。也不是。我也想选一些就是跟自己反差很大的。你要这样说，内心的话确实会有一点点像，但是其实外表上我也不会像吉祥空那样那么的痞啊，怎么样。对。原来你自己觉得不像。对，我觉得不是，对，很像。所以我们都会觉得你这两个角色都是非常适合你。那我要接一些不像的。你刚刚已经 Q 了经纪人了。没有，我一直在想这样，但是其实就是现在找过来的，包括制片方也不会冒这个险去让你拍一些，很少有人这样做吧。像现在年轻的人，他也不会冒这个险，他也不知道你的演技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，所以说他也不会去找，就是完完全全一个长得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人去演一个那么，对。你有想过那个反差大的角色会是什么吗？或者说，如果今天就是有这样一个自由，你真可以自己选择。应该想演一个神经质一点的人物，神经病或者是变态的人，因为我觉得摩托车更有驾驶感，汽车太简单了。就摩托车的话，就是你在骑在上面就翻身啊、转身啊，然后速度感，那种压弯的感觉很少。而且我觉得这两个共同点就是你需要不断的努力，然后再去成功。尤其是滑板，滑板的话。会滑很容易，但是你要做一些动作的话，你比如说飞台阶、飞楼梯，然后你要呲杆，都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你是一旦失误了，摔一下真的很痛的。其实是克服自己心里的恐惧。对，但是一旦征服了那个恐惧，还特别的爽。就我有一次在录节目，我下了3层台阶，我不是凹里跳，我就只是冲下去而已，但那个感觉就是没有体验过的感觉，就很爽。就感觉一下子就有了那种成就感。你是不是很喜欢那种面对未知的那种冒险的那种感觉？因为你刚才我喜欢很酷的，因为我从小我看到跳街舞，我觉得哇好酷啊！不是这种酷，它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呢？比如说，可能小时候就会觉得，如果我会跳街舞，可能就是会有更多的女孩子关注我，我就会成为。这3个都是这样吧？可能是这个原因吗？挑战吧，喜欢挑战。也不是喜欢挑战，但其实就是很喜欢酷的，见什么酷的都想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对，看见酷的就很想学。其实从我的立场，我会觉得挺好的，就是可能有时候做很多事情不需要理由，就是我就是单纯的喜欢，就觉得很酷，就觉得很帅，就感觉很装，很装，就是做起来哇，觉得哇好帅，就是那种眼光看到我，感觉对，就是这样。